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这个名字被列入教科书，但网友质疑她是否真的具备资格。她的性格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说起这几年表现极其出色的女明星，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赵丽颖。近年来，她的事业相当成功。自从《花千骨》让她家喻户晓，她的名气和资源就一直在增长。此后，她出演的每一部小成本影视剧都是非常经典的一部，观众对她每一部的表现都赞不绝口。赵丽颖将被列入学校教科书的消息，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当我们想到写在我们教科书上的人时，我们会想象他们要么是科学家，要么是作家，至少不是现在的娱乐明星。很多网友都在怀疑赵丽颖是否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归根结底，这不是儿童游戏，这是教育。那么问题来了，这么有名的人怎么会出现在书中？让我们深入讨论一下。赵丽颖在成名路上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一路有过起起伏伏。她在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中成长是主要障碍之一。赵丽颖不是什么专心的学生，她出生在河北省廊坊的一个简陋环境中。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因此家庭氛围不是特别富裕，家庭教育背景也不是特别好。可能有些人不习惯她是小村庄的人，这也是当时那么多键盘侠叫她的原因。高中毕业后，赵丽颖立即开始工作，发现自己对演艺事业的兴趣完全是偶然的。由于她的出身不及其他艺人，赵丽颖通常比其他人更努力，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没有任何经验的赵丽颖从带队开始，在365天的时间里，在剧组工作了300多天。在此期间，无论是什么要求，她都有义务执行导演的每一个要求。只要她能演什么角色对她来说都无所谓，哪怕只是一个随便路过的人，只要赵丽颖看到她的脸超过几秒，她就得完了。记得春天赵丽颖在现场工作的时候，她曾经大胆地跳进了冰冷的河里。赵丽颖的演技在日复一日的认真努力下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位年轻女士多年来所付出的勤奋工作，直接促成了她目前的成功。像往常一样的一天，赵丽颖打开了可能性的大门。一位电影导演对赵丽颖产生了浪漫的感情，他注意到小姐姐很用心，所以请她在剧中担任主角。而当时，他的男主是男明星陈晓，节目的标题是《陆贞传奇》。由于这部剧，网友对赵丽颖的印象是一个可爱又有才华的女演员。但名气很大的赵丽颖却开始以各种方式被黑，要么是因为她的情商低，要么是因为这个女孩非常邋遢。也就是说，喝口水可能会变黑，就像她之前在节目中提到的那样。但是赵丽颖不仅挺过来了，现在的她也长成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可能意识到她在成名方面面临的挑战。赵丽颖成名后，并没有像其他明星那样手忙脚乱，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参加活动。我相信，通过运用自己的韧性，我将能够帮助不幸的孩子克服他们面临的挑战。说实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赵丽颖这种性格的人收录在书里。从一个相对默默无闻的孩子到现在的一线女演员，她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这一切都是赵丽颖辛辛苦苦得到的，也是赵丽颖几年积累下来的。赵丽颖之所以受到敲诈勒索的威胁，简直超出了我的理解。儿童教科书的目的是通过教学向学生灌输正确和错误的行为意识。在我看来，学校文学中提到赵丽颖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与网上可能出现的键盘侠相比，这不仅涉及故意伤害他人，还构成诽谤。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需要模仿赵丽颖的行为，才能体会到，要想活出自己的人生，就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说到这里，相信也有网友在想，哪个明星不努力呢？
只有赵丽颖出力吗？由于赵丽颖是当下关注的焦点，对很多领域的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然而，本次讨论的主要焦点将放在她的贡献上，因为要付出努力的不仅仅是你，请不要故意碰瓷。我很好奇你们对此的看法。在幸福到万家收视惊喜后，赵丽颖献上了精美的成绩单。近年来，赵丽颖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剧集，也渴望能拍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她不怕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无论是悬疑的戏剧，还是古老的木偶戏，甚至是她自己的生活。一部《幸福到万家》可以说是一部有点变态的作品，而赵丽颖在这部剧中也是第一次出演这种剧。尽管如此，这部剧还是与观众保持着某种联系。从《幸福到万家》的片名到导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果将乡村主题融入日常生活，更多的人会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这部剧从开播开始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观众觉得这部剧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并激发了他们拍摄自己生活中的乡村风貌。一个女演员要签下一个她可能不熟悉的乡村剧角色，需要很大的勇气。这是看到很多人在热搜里议论剧情的时候追剧的条件。有些人会对剧中的某些事件感到愤怒。导演非常尊重赵丽颖，认为赵丽颖具备适合这个角色的内在品质。赵丽颖除了是知名演员外，还拥有相当多的忠实粉丝。有2个不同的卫星电视网络播放了这部电视剧，据报道，这2个网络都取得了成功。歌曲《幸福到万家》更适合在电视上播出，因为它的基调和内容更加真实。住在农村的人们可以观察邻居的奋斗和生活故事，这在城市地区是不寻常的。由于郑晓龙是《幸福到万家》的导演，他拍摄的电视剧数量过多，爆料也不少。《幸福到万家》的火爆和写点地位，也得益于该片导演的功劳。尽管《甄嬛传》给观众留下了如此难以磨灭的印象，但《甄嬛传》却并没有受到其他部分观众的好评。按照郑晓龙的说法，愿意参与拍摄乡村剧的一线演员并不多，这似乎对未来的时尚资源产生了影响。或者我担心我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无法行动。这么有才华的导演和一流的演员，拍农村题材的剧，观众更能体会到农村的变迁。看流行都市剧的习惯很普遍，因此很容易忽视许多新兴农村地区的出现。更多的演员和制作企业应该参与进来，更多的关注新农村的生活环境。此外，应该有更多以乡村为主题的好剧本。我寄予厚望，我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好作品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乡村会不断改善。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会有更多的人欣赏和观看乡村剧。这意味着与祖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那里有很多人。农村社区经济前景的改善取决于得到更多关注。赵丽颖写的《幸福到万家》有多少意想不到的曲折？日前，由赵丽颖主演、郑晓龙导演、赵东玲编剧的扶贫剧《幸福到万家》正式首映。印象中的她还是个小女孩，和小演员互动的状态也是毫无违和感。一个流行的搜索词包括赵丽颖拥抱小演员看烟花这一短语就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小说《秋菊传奇》的作者是陈元彬，他也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剧本《幸福到万家》的作者，讲述了一个叫何幸福的女人嫁给一个叫万家庄的男人，在工作、婚姻、爱情生活等诸多挑战中挣扎的故事。我的成长故事。现代赵丽颖的性格可以看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说是高素质的。她刚刚官宣的新剧《与凤行》中，试播片中的情调至今不减。此前被路透社爆料的商业战争题材剧《野蛮生长》也是大美女题材，有望在今年与观众见面。路透社是第一个披露这一信息的新闻机构，甚至在综艺节目中，人们也已经因为预告片而开始期待了。
黑化的妆容就足以让人感受到了。提起宝贝这个话题，还是有一丝惊喜。她是一位如此善良的年轻女士，这让我相信恐怖书不适合她。当我回到她之前的惊悚片《谁是凶手》中，她饰演了心理医生沈玉的角色。我记得她那难以捉摸的笑容是当时的话题。她对每个部分的精心准备和她为自己设定的持续困难，是她今天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质量作品输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早就离开了演员的舒适区，以保持她的表演给观众带来惊喜的能力。在最近上映的剧集《幸福到万家》中，昔日的精致美被换成了直爽励志的乡村小姐姐形象。除了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外，她还具有强烈的时尚感。柔和的色调很好地衬托出她甜美纯真的气质，整体效果是一种温暖的光芒。她对最近流行的新中式风格的诠释是精致而低调的，这也证明了她的才华。干净的轮廓更加精致，充满气氛。无性别风格也是她完全掌握的东西，不会做作，而是因为西装和衬衫的结合，既有刚柔相济的质感，又有青春活力。她对干净利落的衬衫的解读是，她散发着一种知性成熟和精致的姐姐魅力。曾经的她形象可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风度已经成熟，变得更加精致，现在散发出更加愉悦和皇家的气息。现在的赵丽颖不仅性情发生了变化，眼神也变得坚定了许多，随时可以进入游戏状态。据该片导演郑晓龙介绍，《幸福到万家》是以普通人为出发点拍摄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尊严感和个性感，他们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然而，他们也反映了每个普通人的命运。幸福是什么？为什么要追求幸福？如何从低牌手中恢复过来并卷土重来？我真的希望该剧能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